今天來吃國宴同款的淮揚菜。路上看到一對新人在拍婚紗照。餐前小食先上啦，小魚乾、花生米和辣椒圈。這看起來其貌不揚的橘子是廣西的蜜橘，據說很甜，試試看。他們這邊的服務員好貼心啊！我剛剛進來坐下的時候稍微有點熱，就擦了下汗。我什麼也沒有說，然後服務員就看到了，拿過來了一個小風扇。Oh, so sweet！ 上涼菜啦，從左到右依次是獨蒜、鮮貝、三文魚籽、醋汁田七苗配鮮核桃、揚州醬燻魚。下面一整片圓的應該就是切成片的大蒜。鮮貝又稱帶子，是貝殼類動物裡面就掏出來那一小塊圓的，吃到嘴巴裡面的口感是鮮甜的，再加上它還有三文魚籽嘛，然後魚籽一吃進去是爆漿的。這個獨蒜口感很有特點，它沒有我想的那種大蒜的辛辣口味，就很溫和。醋汁田七苗配鮮核桃，它這個鮮核桃就是青皮核桃，沒有乾燥處理過。我單從核桃肉看，沒有看出來它和那種乾核桃有什麼區別。田七苗本身就有一點苦的，然後是有一點清熱的作用。這道菜有點藥食同源的那種感覺。我原來擔心這道菜還會有點苦，但是剛剛吃到嘴巴裡面就覺得比我想的更能接受，然後很清爽。試試看這個醬燻魚。燻魚其實上海菜裡面也有。這個魚它是先醃製，然後再油炸，然後再浸到特制的醬汁裡面，入口外表非常的酥脆，裡面的肉又是很嫩的，很入味，偏上海的這種鹹甜口，我個人是很喜歡。這道菜叫做明月雪蓉老雞湯。這道菜就是淮揚菜裡面非常考驗刀工。明月呢是指這個有點透明的蛋，然後雪蓉就是一塊豆腐，把它切得非常非常細，然後又沒有切斷，像雪花一樣就飄在這個湯裡面，有點像是那種文思豆腐。湯底就是老母雞燉的雞湯，它非常的清澈，從視覺上來說真的非常享受。哎，你們這個蛋是什麼蛋啊？鴿子蛋。哦，它有點透明的那種。對对，它是鴿子蛋，是越新鮮越透明。哦，好的好的。這邊先來說一下淮揚菜為什麼會成為國宴的主角。所謂國宴，就是國家領導人在接待外國來賓或者是特別重要的人物的時候所吃的飯，就是簡稱國宴。那中國有8大菜系，為什麼淮揚菜成為了國宴的主角呢？其實有幾個原因。首先呢，國宴的餐標它都是有限制的，就不能夠吃得很貴。那淮揚菜裡面像是豆腐啊，就是雞肉，在價格上都比較親民。另外呢，就是國宴它飲食比較清淡，比較健康。对于外賓來說，他們對國宴的接受度也會比較高。如果是吃得太辣，就是滿嘴蒜味的在那邊議論國家大事，感覺也會有點奇怪。第3點呢，是淮揚菜它以刀工聞名，可以展現食不厭精的中華文化。明月雪蓉老雞湯就和國宴裡面的有一個文思豆腐吧，會有點相似。嗨，我是 Daisy，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歡迎點讚訂閱哦，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謝謝。這個餐廳坐落在外灘這邊，窗外的景色很像是那種外灘園，或者說萬國建築群那種感覺。下一道菜是拆燴魚頭佛跳牆。拆燴魚頭呢是經典的淮揚菜，佛跳牆呢是經典的國宴菜。然後這道菜不管是聽名字還是看起來，都像是一道非常非常創新的大菜。拆燴魚頭在做法上呢，是把用魚頭煮熟之後，把魚頭上全部的骨頭和魚刺都剔除出來，然後再保持魚頭的完整，口感會非常非常的鮮美。佛跳牆呢是一道非常有名的福建菜，它就是用鮑魚、花椒、海參等很多種珍貴的食材，加入高湯和紹興老酒之後燉煮，然後又花很長的時間來進行煨製，湯汁濃郁，營養豐富。因為是現做的嘛，所以等了稍微有一會兒。這道菜的營養價值真的很高，有魚頭，有海參，還有鮑魚，然後它葷素搭配還加了一點花椰菜。像它上面還有一小塊魚皮，非常 Q 彈滑嫩，一點也不腥。
這個魚頭真的是做的好棒，就一點刺都沒有，然後非常入味，又加上佛跳牆的汁就很鮮 ，Q 彈的海參。首先，它这个海參非常入味，其次，我感覺和軟糯比起來，它在質感上會更加 Q 彈一點。它這邊一個鮑魚已經幫你切成2份了。米飯把湯汁全部都吸飽了，就入口有滿滿的鮮味。這道菜我給10分好評。茄汁明蝦球來啦！它這個蝦肉做的特別 Q 彈，然後又很鮮。茄汁是酸甜口的，整道菜搭配起來就很平衡。紅燒肉來啦！紅燒肉是一定要拌着大米飯吃才爽。紅燒肉是這家店的招牌，它的肉選用的特別好，肥肉一口咬進去就是化開來了，瘦肉它一點都不柴，做的非常入味。紅燒肉其實在上海的本幫菜裡面也能看到，東坡肉吧，都做法差不多，是鹹甜口的，湯汁再拌上白米飯，非常非常爽。安吉山泉水時蔬，剛剛服務員介紹這道菜的特點是除了鹽之外沒有加其他的調料，然後它的亮點呢就是這個泉水，因為安吉是以出產白茶和清澈的山泉水出名的。那來看一下這樣子的山泉水配上蔬菜，吃起來是什麼味道？這個菜入口就好軟好軟啊，然後山泉水它有一點點甜味在裡面，我竟然能從這道菜裡面吃出一點點鮮味，就食物的本味還是很奇妙的。它這個青菜已經被煮得很軟了，然後除了之前提到的那個味道之外，我第2口就能夠吃到青菜清新的味道在裡面，就很奇妙。喝了一口這個山泉水，會有一種很清爽的一種鮮味在裡面，就感覺這道菜很不一樣。我是第一次吃，從做法上來說如此純粹的蔬菜，覺得這道菜非常棒。江南飲食它本來就是追求清淡本真的嘛，我覺得這道菜真的是體現到了極致。青菜已經徹底被吃光了，蝦子陽春麵隆重登場。陽春麵呢是蘇州麵點的代表，然後剛剛服務員跟我說，他們這個麵是用來自澳大利亞的小麥製作的，然後上面還放了蝦，入口就是感覺到那個陽春麵它非常細的質感，然後還有蝦子的一種鮮味，我吃起來它裡面還放了一點白胡椒來提鮮。我把麵全部吃完了，然後它這裡面現在回味會有一點白胡椒的辣味在裡面。陳皮紅豆沙來啦！雖然這道菜其貌不揚，但是它大有來頭。1972年尼克松訪華的時候，這道菜就是被端上國宴的甜品。陳皮一般要陳化3年之後才能達到基本的要求，陳化年份越久，它的營養價值越高，藥效也更好。那這道菜的名字叫做10年陳皮紅豆沙。經過10年陳化的陳皮，它的價值就更高了。陳皮它會有助消化、理氣健脾的功效，然後尤其是吃完了這一整道菜之後上來的陳皮，它裡面還加了一些芝麻餡的小湯圓。我吃紅豆沙的時候，它會有一點陳皮的回甘在裡面啊，然後再吃這個小湯圓。這個小湯圓我把它咬開來之後，裡面又是芝麻的香會爆出來，就整道菜從口感和香味上來說非常有層次。嗨，我已經吃完飯出來啦。剛剛出來的時候，他們服務員在店門口對我說：“祝你今天心情愉快。”我到現在心裡頭都暖洋洋的。這個服務很可以。今天這一頓飯一共吃下來是360多塊錢。我個人覺得性價比還是比較高的，因為它畢竟裡面的那些佛跳牆的用料都很貴。然後讓我印象最深的有2個菜，一個是佛跳牆，一個是它泉水煮時蔬。我也從來沒有想到過，在一個米其林套餐裡面，讓我印象最深的菜裡面竟然還包括蔬菜，推薦給你們哦。